在广泛听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审议《香港基本法》附件1、附件2修订草案。这意味着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进入实质性阶段。在经历了黑暴和政治争拗之后，香港市民终于可以期望新的选举制度推动香港政治清明、经濟發展、民生改善，令香港能夠實現長治久安。中央佢想做呢個決定，首先呢，佢就係要去堵塞咗我哋香港選舉制度嘅法律漏洞啊，同埋缺陷啦。咁亦都咧為咗咧選舉嘅穩定性啦，同埋咧係減低咗對國家安全嘅風險咧所以咧係有必要咧係去排走呢啲咁嘅反中亂港嘅分子啦，或者一啲反華勢力嘅政治代理人。我哋係應該咧係唔俾佢有機會去議政嘅，我哋應該係堵塞佢哋咧，就唔俾佢哋有機會咧透過選舉咧進入議會，係去危害國家安全啦、主權啊、發展利益，同埋我哋香港嘅長遠利益啊、繁榮穩定嘅。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近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也強調，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旨在止暴制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為愛國者治港提供法治保障，建立一套符合香港實際的新的選舉制度，既能杜絕反中亂港勢力染指管制權，也有助打破既得利益結構，使特區政府施政更加暢順，更符合基層的利益。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香港將搭上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困擾香港社會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也將迎刃而解。而對於何為愛國者治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接受港媒專訪時表示，每一個國家都是由愛國的人去管制國家，沒有一個地方會是由叛逆者或不愛國者管制。梁君彥指，愛國者並不是一個新創出來的事物，鄧小平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說得很清楚，所以中央這次是重新說清楚愛國者治港，去理順香港憲制倫理，令憲制的責任和倫理恢復正軌，讓愛香港的人、有能力的人去管理香港。自3月15號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連續3天在香港舉辦座談會、訪談等活動，就落實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廣泛聽取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參與座談會的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傅建慈告訴深圳衛視記者，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是一項與時俱進的舉措，能有效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重塑有效的政治管理團隊，可以令到特首咧係有權力真真正正去有效去施政嘅咁最終咧亦都咧係可以讓到咧社會廣大嘅市民有機會係派出代表咧就係均衡參與呢個議會嘅咁呢個咧亦都係體現出咧中央政府咧係依法治港咁亦都咧係去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啦亦都咧係要維護返我哋國家嘅主權啦、安全啦同埋發展嘅利益嘅咁呢個咧對香港咧係有一個積極正面同埋重要嘅意義嘅。好的，馬上來連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田先生你好，那麼周一開始的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將審議香港基本法附件1、附件2的修訂草案。根據全國人大早前通過的涉港決定，您對於此次修訂工作如何前瞻呢？根據3月11日全國人大通過的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結合這一次人大常委會所做修訂工作的具體範疇，那這一次關於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呢，主要體現了如下一些原則。首先是更加全面準確的落實一國兩制，尤其是其中與一國有關的制度元素，特別強調了在選舉制度的創制修訂上面，中央的決定權和主導權。體現了一國與兩制作為一個法理的跟制度體系的整體，應當具有的這樣一個制度的架構跟方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国者治港啊，可以说这个原则呢成为此次指导选举制度改革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从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到后来一国两制的实际运行，爱国者治港从来都是检验一国两制运行成效以及对一国两制遭遇的风险危机进行理性应对的一个应该说是黄金法则。那这一次选举制度改革呢，通过在制度的多个环节落实爱国者治港，来完善选举制度，使香港民主秩序回到正轨。那另外，这次修改呢，还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治原则，就是选举制度的修改呢，始终是在宪法与基本法所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进行，它是特区宪制秩序的一个内在的查漏补缺、内在的修复和完善。并且呢，这次改革呢还指向了一个提升特区管制的治理效能。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贤能政治的要素。爱国者治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为了打造一支充分理解跟运用一国两制，并且能够回应香港市民诉求和国家要求的强有力的管制队伍。那么这次选举制度改革，因为是涉及到对香港民主制度架构的一个重要调整，因此还指向了一个更完善的保障香港居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上多种限制性原则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这一次选举修法的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跟指南。那么从全国人大311决定到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时间还不到20天，这意味着什么？那同时，您对于2个附件修订完成之后，香港本地修法工作又有怎样的预判和建议呢？这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呢，是一个系统的法治工程。从法律程序来看的话，除了决定加修法这样的国家立法层面的程序之外，还有非常庞大复杂的本地立法的程序。因此呢，在国家立法的层面呢，那中央实际上对这个议题非常重视，做了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以及针对香港社会的多个层面的协商民主的工作，包括举行多种形式的咨询会跟座谈会，来充分听取香港各界意见，包括法律界、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形成了完善的决定以及具体附件修正案的草案。那特区政府采取的修法策略是，用一部综合性的条例，将所要修改的相应的条文打包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其实符合法律修改工作当中的这个系统性，并且程序上也能够节省时间。同时呢，引导有关的法定机构跟社会各界充分聚焦于所修改的关键内容、关键要素进行讨论，形成本地的一个完善的法律修改的方案。那在本地修法当中呢，我认为特区政府要肩负起一个非常关键的民意咨询、专家参与，以及在法律技术上实现中央的立法与特区有关法律的有机的这个衔接。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呢，还有大量的专业性的法律工作要做。同时呢，本地立法过程也应当成为对这一次选举制度进行普法、宣传、解释、说明的过程，一个民意沟通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样做的话，那么最终当香港本地完成修法工作之后，要启动的香港的若干场重大的民主选举，那么从政府的层面到社会各阶层以及民众的层面呢，就不仅是有法可依，而且对这个法律的细节、法律的精神、法律对香港民主秩序的促进都会有非常好的认识跟理解，也能够积极的根据新的制度来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共同塑造一个香港选举民主的新秩序。那么自全国人大311决定以来，西方国家在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进行了诸多干涉，那您对此又如何来看呢？关于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引来的西方的干预、制裁、非难，以及借助香港牌，包括与新疆问题放在一起，
共同来围堵中国。这实际上是近些年所发生的。那在这样一种重重压力之下呢，那么一国两制当中，中央呢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个所谓的退让妥协的态势，而是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去年国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秩序的深层次问题，以爱国者治港为抓手，瞄准香港选举制度进行综合性、结构性改革。那这其实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香港政治制度的深层次问题，要使得香港从过去若干年里面过度政治化的陷阱当中解脱出来，要使得香港的选举管制体系呢真正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港，将反中乱港势力赶出香港的权力架构，这样才能使得香港的民主政治、香港的法治秩序呢回到一国两制跟基本法的框架，使得香港的管制体系担当公权力职位的公务员呢，集中精力去思考跟解决香港民生诉求。我们其实有理由相信，随着选举法改革的完成，随着香港在新制度下若干选举的完成，那香港社会、香港的这个管制体系一定能够更加坚定地与国家利益、与国家宪法秩序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外部的干预，也共同应对香港新发展过程当中遭遇的未来的风险跟挑战。由于有国家的法治力量的进场，有爱国者治港这样一个坚实的屏障，还有经过这个过程当中香港社会的这个反思跟再出发，那么一国两制的制度体格会更加坚实。一国两制应对内部外部风险的制度化能力会进一步提高，而西方的所谓干预跟制裁，不过是对他们非法利益的一个最后的无意义的、无效的、绝望的这个抗争而已。那其实代表的是一种非常落后的霸权的这个思维，以及这个殖民主义的这个思维。在中国依据一国两制跟正当的主权立场进行了立法行动的反制之下，这些干预呢，这个最终只能归于失效。好的，非常感谢田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上周，中方就涉疆问题发起3次对等制裁，已经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涉事的英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删除了为种族灭绝谎言背书的所谓法律意见。不经调查就发表所谓法律意见的事实，暗藏着一条抹黑中国的产业链。但美国仍在纠集盟友撰写并伺机上演闹剧。外交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周一召开发布会，用数据和事实揭露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和丑态。周一下午，深圳卫视记者也就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民众就新疆棉花问题对一些外企进行自发抵制的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来看报道。外交部网站上周六公布，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号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中方决定对两国的3人以及1个实体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当中就包括此前曾被深圳卫视曝光的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他虽然是华裔，但却是个吃反华饭的急先锋。庄文浩上周六再次大放厥词，要求加拿大政府正式认定所谓种族灭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长加尔诺则发声明称，将联合盟友采取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对因涉疆问题被中方制裁的盟友表示所谓声援。布林肯还威胁称，中国的举动会加剧国际社会对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审查。英国卫报周日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的连锁反应显示，这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姿态，意在挑战中国。澳大利亚独立记者约翰斯通发文称，全世界都应嘲笑美国假装关心维吾尔族人。美国从不关心自己的指控充满明显的情节漏洞，他只关心削弱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战略对手。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这种无理的经济制裁和打压，实际上是在滥用国际秩序，同时呢，也是在利用这种所谓的这种小圈子多边主义
进行这样拉帮结伙式的这个打压，中国进行反制裁呢，这是一场这个正义的斗争。这不仅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呢，也是维护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这种辛勤劳动得来的这种劳动成果，以及由此创造的幸福。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对等制裁的效力正在逐渐显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上周五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后，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当天就火速将一份惹是生非的所谓法律意见从官网删除，并试图撇清关系，又单独发声明称，被删除的法律意见是4名个人出具，与律所其他人无关。分析指出，尽管嘴硬，但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将所谓法律意见从官网删除，实际上表明该律所间接承认这份法律意见是极不专业及有违职业操守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号称全球顶级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擅长领域为国际商法，由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4名成员出具所谓的涉疆法律意见被反华分子大量转载，影响十分恶劣。这份2月8号挂上网的所谓法律意见长达105页，替所谓新疆存在屠杀的谣言背书。但有报道指出，这4人均未到过新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仅凭疆独和反华势力的片面之词，就替所谓种族灭绝谎言背书，严重违反了律师的职业伦理。然而，谎言迅速被戳破，律所删稿意图躲避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但赔上了自己的声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中方的制裁立竿见影。事实上，《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灭绝种族罪的认定标准和程序作出了规定。中国于1983年加入了这一公约。公约规定，国际法院、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成立的特别法庭和国内法庭是认定该罪的合法机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资格和权利认定别国犯有灭绝种族罪。这意味着，英国埃塞克斯元大律师事务所4名律师给出种族灭绝的所谓法律意见，事实上是违反国际法精神的。这应该也是该律所从官网删除法律意见的原因。周一上午，外交部与新疆自治区共同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教培结业学员代表、宗教界人士、新疆教育界、妇女界等代表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新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用事实回击西方编造的谎言与无理指责。维吾尔族人口的这个增幅呢，不仅高于新疆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呢全部这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如果实施这个种族灭绝了，维吾尔族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吗？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取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你们整天胡说八道，靠诋毁我们教培结业女学员的名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良心不痛吗？如果这个有人认为美西方干涉新疆问题是为了关心所谓的这个人权的话，那么大家应该看一看美西方在包括很多中东国家的这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目的呢，实际上利用维吾尔族对中国的这个新疆的稳定，对中国的内政进行这个干扰和破坏，实际上是对广大的这个维吾尔族群众的一种绑架，是对一个民族的绑架。这样一种这个手法呢，在这个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这种历史上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最后都会给当地的人民带来无穷的这个灾难。新疆棉花产业成为西方势力炮制涉疆谎言的受害方之一，中国民众对此已有清醒认识，自发抵制一些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行为，但这却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抹黑攻击的对象。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就此提问。深圳卫视提问：针对中国民众自发抵制拒用新疆棉花的外国企业，美国务院发言人称这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此表示谴责。
美白宫新闻秘书称，中国利用外企对本国市场的依赖，压制言论自由。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美国一些人不仅把新疆棉花污名化，严重损害新疆棉花种植业，甚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还企图将中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其心何其毒也！采棉收入高，新疆采棉工都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与棉花种植户签订劳务合同，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强迫。赵立坚表示，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日前发表声明说，中国区项目团队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可信度审核和验证，从未发现一例强迫劳动。新疆农业部门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70%，种植户能够通过手机 APP 足不出户订购机械采摘服务。所谓强迫劳动，难道是说强迫机器劳动吗？有关外国企业仅仅依据谎言就拒用新疆棉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当然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与愤怒。这还用得着政府去鼓动和引导吗？做生意要讲究尊重，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儿？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我们也希望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治势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新疆的棉花呢，长期飞升海内外，这个品牌呢是长期的市场活动打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品牌。美西方利用这个新疆的这个经济作物对中国进行打压呢，实际上呢是要将中国呢，特别是新疆的棉花挤出呢这个国际相关的这种产业链同时呢也在这种就是类似的这种产业当中呢挤出一个竞争对手，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表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正在对中东6国展开访问，在与相关国家及组织领导人会谈时，王毅也阐述了中国的新疆政策，并指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也不应把一国的标准当成国际标准。某些西方国家如果执意以人权为借口，遏制打压发展中国家，企图剥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权利，这将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大的不公。美贸易代表戴琪在上任后媒体首秀中表示，暂不考虑撤销对中国商品附加关税，但有意愿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政策将如何演进？熊理力有多关键？随着总统拜登将于周3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经济政策讲话，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也逐渐浮出水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日在上任后的媒体首秀中表示，目前不考虑撤销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有意愿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据《华尔街日报》周日的报道，戴琪在就职美国贸易代表10天后的首次专访中承认，关税会给美企和消费者带来损失。不过，仍有美国内支持者认为，关税有助于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所谓外国补贴竞争带来的影响。随后，戴琪又搬出不公平贸易的论调，称美国短期内不打算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但对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在谈及不愿立即撤销的原因时，戴琪解释称，除非相关各方能够做出调整，不然贸然撤销加征的关税反而会损害经济。此外，从战术层面来讲，戴琪认为维持对华加征的关税是一个未来与中国谈判的必要筹码，因此他不会主动放弃。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戴琪正面临来自急于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美企施加的压力。由美国大型出口商组成的行业协会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组建了一个名为关税改革联盟的组织，其中涵盖汽车、啤酒、零售等各种行业，以推动废除加征关税。关税改革联盟的代表表示，美方在没有仔细分析的情况下，仓促对华征收更高的关税，实际上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更严重经济伤害。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
迄今为止，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使美国进口商蒙受了超过820亿美元的损失。穆迪分析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加征关税生效后第1年就影响了美国30万个工作岗位和0.3个百分点的 GDP。另据摩根大通的一项估算，加征关税使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每年损失约600美元。毕竟呢，中美两国是当前全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两国呢实际上并不是某一方单方对另一方的恩惠，更多呢还是一种互利共赢。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这种经贸关系，并不是中国单方受惠，美方呢其实也从中可以获取巨大的收益。如果中美经贸关系不能够早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势必对美方自己的经济利益也造成重大的损害。外界注意到，根据中美两国2020年1月签订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双方的贸易代表应每6个月会面一次。不过，截至目前，中美代表已经8个月没有举行会晤。对此，戴琪称，与中方的会谈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美媒分析认为，这一表态也与拜登政府中其他人的想法相呼应，即试图在和中方打交道前先争取盟友的支持。事实上，戴琪在此前的提名听证会上就多次声称，美国应当拉拢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就任后，戴琪随即密集游说盟友。短短3天时间里，戴琪分别与英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高级官员就双边贸易关系举行了9次视频会谈。而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戴琪都要求与对方一起应对中国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强迫劳动行为。美方希望通过目前呢这样一种相对消极的态度，来向中方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呢通过这样一种造势，包括美方和盟友之间所谓的协调，来给中国呢造成更大的外部施压。这样呢，他们希望能够在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中方呢已经能够事先做出美方所期望的让步，从而呢使美方能够获得在谈判桌上所不能获得的更大的让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接受 CNN 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也老调重弹称，美国对华既定策略没有变动，仍是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在经贸、技术、网络安全、军事上带来的挑战。不过，布林肯也用了多面一词来描述中美关系，不能用单一标签进行定义，因为其中包括对抗、竞争和合作的方面。I wouldn't simplify it to one label. There are clearly and increasingly adversarial aspects to the relationship. There's certainly competitive ones. There are also still some cooperative ones. But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the need to approach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whether it's adversarial, whether it's competitive, whether it's cooperative.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阿拉斯加对中方说了不少狠话的布林肯，在疫情方面对华调门似乎有所软化。对于 CNN 主持人挖坑式提问是否准备因新冠病毒源头问题而惩罚中国时，布林肯选择含糊其辞，转而表示，美国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集中精力缓解国内疫情。And I think the issue for us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event another pandemic, even as we're working through this one, or at the very leas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mitigate in much more effective ways any damage done if something happens in the future. 没能让布林肯掉进预设坑内的 CNN 主持人追问，称疫情对全世界造成伤害，难道中国不需要承担所谓后果吗？对此，布林肯继续打太极说，这个话题还是先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溯源报告出炉后再讨论。但他也不忘表达所谓担忧小组在中国调查使用的方法和调查进展。他还称是中国在帮忙撰写报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回应指出，中方绝不接受美方在疫情问题上的无端指责和肆意抹黑。我不禁要问，在疫情和溯源问题上，美方什么时候也像中方一样开放和透明？美方连续对外喊话，是不是意在向专家组成员施加政治压力？请美方去问问世卫各位专家，报告的哪一部分内容是中国政府帮助撰写的？难道中国政府为溯源研究提供便利，这也成了幕后操纵吗？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韩3国外长会可能将于4月下旬在美国举行。一旦成行，将成为拜登政府任内3方之间的首次会晤。外界预计，如何协调对华及对朝政策将会成为会议的重点内容。不过，3国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明显温差，日韩之间更是持续对立。在此情况下，会议能否达成实质性结果？来看报道。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东亚地区成为其外交着力点，而与日本之间的互动尤其频繁。先是在拜登提议并主导下，美日澳印4国于本月12号召开了所谓的4方安全对话峰会。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防长奥斯汀首次外访，就选择了日本、韩国，分别与2国举行了2+2会谈。此外，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于4月上旬访问美国，成为拜登上台以来首次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日媒报道称，菅义伟准备与拜登大谈美日安保条约。为此行顺利，菅义伟已于16号接种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科技制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并将在4月上旬前接种第2剂疫苗。据悉，由于美国疫情仍然严峻，日方此次的代表团将控制在90人以内。除了菅义伟本人，所有的访美成员都将在行前完成2剂新冠疫苗的接种，届时对等的美方团队成员也将完成疫苗的接种。美日主要是一方面是军事合作，就是包括强化日美同盟，主要是在演习方面去强化日美同盟的应对能力。这点是针对中国的还是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日美之间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议题，比如说日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谈判要不要继续再比如说这个关于所谓供应链安全的这些问题的合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菅义伟美国行结束后，美日韩3国外长会随即将于4月下旬在美国登场。一旦成行，也将成为拜登任内3方之间的首次会晤。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相较于前任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外交路线方面并没有出现太过明显的变化，不过更强调和盟友共同采取行动。而在美国的众多盟友国家当中，日本的表现可以说是最为积极的。美日2+2会谈后达成共识，对华高分贝喊话，声称中国是美日的所谓主要威胁。2国将共同推进亚洲地区的军事合作，以此来给予中国最大的威慑性。对于菅义伟的访问美国，外界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日本是否会加入对华制裁的阵营。相比日本，韩国政府显然抱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公开表态，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韩国外长郑义溶在美韩2+2会谈后再次重申，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是不可能的。美国是韩国的重要同盟，保障着韩国的安全，而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能被其他因素打扰。韩国不会在中美2国之间站队，双方与韩国的良好关系都是韩国不可缺少的。与此同时，美国之前强行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置韩国于危险境地。如今，拜登政府又要大幅增加驻韩美军的军费，规定今年韩国要支出约10亿美元的费用，涨幅高达13%。而且以后每年相关费用将与韩国国防支出挂钩，这些都使韩国民众对美国政府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能在日美韩3边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去让韩国改变之前的它的一个固有的一个立场的这个机会是很小的，因为在美韩2+2里，与美日2+2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就是韩国基本上是拒绝去直接批评中国，也拒绝说过多的谈及针对中国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日韩之间则仍未实现和解，因此这次3方会议中，美国能否成功撮合日韩外长坐下来会谈，也是外界关注焦点。特别是韩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诉讼定于4月21号宣判，对会谈是否能实现或产生影响。用日本媒体话来讲，就是日韩关系降到一个历史的最低点，它是源于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不同。日本政府仍然是坚持要求韩国去做一个让步。但是韩国方面呢，是表示说希望日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点上，日本政府没有让步的迹象。但是就是说，在日美韩合作方面，比如说尤其是针对朝鲜的这样的合作方面，在这点上，韩国觉得仍然是应该是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去继续合作，该合作的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也突然现身。
据日媒报道，安倍上周六出席活动时发表了一番针对中美关系的言论，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了中美博弈的最前线。同时，安倍还借助菅义伟即将访美的议题，渲染美日安保条约的重要性。日本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包括支援美国等自卫队等大幅扩展的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周一恰好满5年，该法的实施使得日本进行后方支援的对象已不局限于缔结了安保条约的美国。对于他国的军队，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开展同样活动。日本最近对中国就是采取了追随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包括在很多敏感的问题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跟着美国去批判中国。在这个日本国内一些右翼，然后长期的是这个选择性的。媒体也是，右翼也是去选择性的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事实。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经过近1周的努力，终于让搁浅并堵塞运河的台湾大型货轮长次号重新上浮，并逐渐离开运河的西岸。当局预计苏伊士运河通航将在周一当天恢复，而疏通运河的交通拥堵还需要3天半的时间。当地时间周一早晨，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中的重型货船已经成功起浮，船身方向明显修正。据悉，为了解救长次号，当局在船头卡住的堤岸挖走了27000立方米的泥土，并动用了14艘拖船协助。同时，在满月大潮的帮助下，当地时间凌晨4点半左右，让这艘长约400米的货船船身逐渐摆正，接近和运河河岸平行状态。而后，货轮开始移动，逐渐离开运河的西岸。一位参与此次救援的人士说，这次春季涨潮潮高过以往，推动长次号移动了23米左右。长次号成功脱潜后，苏伊士运河运营公司表示，预计运河通航将在几小时内恢复。据悉，有44艘船舶在运河中间的大苦湖排队等候，至少有300艘船只在入口排队。当局表示，在长次号重新上浮之后，运河还需要3天半的时间疏通交通拥堵。事故起因仍在调查中，强风和沙尘暴可能是导致长次号撞进堤岸的原因之一，但目前仍不能排除事故涉及人为失误或技术故障。彭博社报道称，长次号搁浅前明显超速，达到每小时13.5海里，远超运河航速上限每小时8.6海里。这个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具体的堵塞的原因，还很难确定。从之前呢所说的是他遇到的风暴。但是这种可能性呢是有，但是呢，不至于呢让一艘船呢横成这样子，所以呢，它应该说是也存在人为的因素。长次号是世界现役最大的货轮之一，长400米，宽59米，可载送2万多个标准集装箱。长荣海运官网信息显示，长次号2月下旬从台湾高雄出发，经青岛、上海等港口后，于3月23号北上苏伊士运河，计划4月1号到达荷兰鹿特丹。3月7号，长次号曾停泊深圳盐田港。对此，盐田国际方面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目前平均每天有3艘超大型货轮在盐田国际完成作业后开往欧洲，阻塞情况打乱了亚欧航线的物流链，将会加剧返程船舶带给码头作业的复杂性。盐田估计是装了2000左右的这个集装箱的重箱，那么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到出口欧洲的大量的物资，它的这个交付周期会受到一些直接的影响。彭博社指出，在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约占全球贸易量12%的欧亚大动脉苏伊士运河发生堵塞，导致全球供应链压力进一步加大。一些船只已经选择绕行非洲南端，使得其旅程变得漫长而昂贵。苏伊士运河每堵塞1天，给埃及方面造成的损失约为1200万至1400万美元。德国保险巨头安联集团估算，苏伊士运河堵塞或令全球贸易每周损失6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既然这条航道如此重要，又这么怕堵塞，为什么不去拓宽、挖深呢？
实际上，苏伊士运河通航151年来一直在拓宽、挖深、改造。现实是，每次改造的结果都反倒大幅增加了发生堵塞的危险。有分析指出，之所以如此，船东、承运商和运河管理方及埃及政府都有责任。船东、承运商方面，在1975年运河复航后，船东则试图用顶格船及大到刚好能勉强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怪兽船来尽可能压低运输成本。如此一来，运河改造的越宽越深，穿梭期间的顶格船尺寸、重量和载重也越夸张，搁浅堵塞的风险也随之加大。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运河管理方往往对交了钱的超标船只高抬贵手。事发后，有船员指出，很多明明吃水过线的矿石船、散货船，在交足费用后，居然也被放行，说明此次大堵车固然是偶发，但隐患一直存在，出事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从现在介绍的情况来看呢，苏伊士运河管理方呢，一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那么确实是存在这种特大型的这种船舶，那么也就是它擦边，也就是刚刚的就是满足了这种通航的要求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存在呢很大的这种风险，就是一旦呢它出一点点问题呢，就很可能就会导致呢整个的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是你的管理一松懈，那么必然呢它就有呢不断的去打这种擦边球的。如果说不加强管理的话，那这种问题呢很可能以后还会继续发生的。